进士及第、进士出身、同进士出身有什么区别呢？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这句话道尽了古代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终极梦想。而在科举这座独木桥上高中进士，无疑是光宗耀祖的巅峰时刻。然而金榜题名之下，进士们却并非站在同一高度，其头衔细分为进士及第、进士出身与同进士出身。那这三者有什么区别呢？首先，进士及第是殿试最高荣誉的代名词，仅授予一甲前3名，也就是万众瞩目的状元、榜眼和探花。作为科举的终极考场，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，又称作廷试或御试。阅卷官遴选出前10名卷呈预览，由皇帝亲自指定前3甲名次。科举制度自隋至清绵延近1400年，录取进士总数仅约10万人。作为其中的顶尖精英，一甲3人更是凤毛麟角。他们的名字不仅镌刻于进士提名碑，流芳百世，入仕的起点也是极高的。按照惯例，状元受从6品翰林院修撰，榜眼探花则受正7品翰林院修编。他们得以进入权力机构的核心，接触核心政务，仕途前景一片光明。而进士出身指的是殿试2甲的录取者。殿试按照成绩将考生分为3甲，一甲3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进士及第，二甲若干，三甲人数最多。而这2甲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。明清时期，2甲人数常在50人左右，2甲的第1名被称作传卢或亚员，地位仅次于1甲。他们入仕之后，官职通常略低于1甲，但是平台依然优越。这一群体是官僚体系的中坚力量，凭借才华与实干，同样是大有可为的。明代改革家张居正便是2甲进士出身，他虽然并不是1甲，却凭借着非凡的能力官至内阁首辅，主导了影响深远的万历新政，证明了2甲进士同样能够位极人臣，成就非凡。而第3种叫同进士出身，是授予殿试的3甲录取者的。一个同字道尽了其与进士出身的微妙差距，它意味着等同于进士出身。他们在荣誉和初始待遇上都存在着客观落差。在等级森严的官场，3甲进士的起点很低。明朝初年，3甲进士通常被授予正8品左右官职，晋升之路是相对1甲、2甲来说更为难一些的。可是起点并非终点，历史的舞台同样为有真才实学、坚韧不拔的3甲进士敞开了大门。晚清名臣曾国藩便是道光18年的同进士出身，他初入仕途仅获翰林院庶吉士之职，起点并不耀眼。但正是这位同进士，凭借他过人的毅力、军事才能和经世之学，组建湘军，力挽狂澜，平定太平天国，成为支撑清朝廷的中兴名臣。他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无数的1甲、2甲出身的同僚了。这3个头衔并不是简单的名号差异，它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科举制度下的等级秩序。进士及第，也就是1甲，象征着无上的荣耀和帝王的青睐，是精英中的精英，拥有最优的仕途入场券。而进士出身指的是2甲，代表扎实的学识和潜力，是官僚体系的中流砥柱，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。而同进士出身，也就是3甲，标志着成功跨越了科举的高门槛，获得了进士身份，但是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在仕途上来证明自己。金榜题名，光耀门楣，但是在这份荣誉背后，及第出身与同出身的细微差别，早已为每位新科进士的未来仕途勾勒出了不同的起跑线。然而历史的精彩之处就在于，总有人能够突破起点的限制，比如曾国藩般，
将同进士出身也书写成了一段不朽的传奇。